孙嘉文回国的那一天，我的婆婆带我去找民间神医开催孕偏方。她说何金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只要我怀孕了，他就会跟我好好过日子。可是我怀孕后，何金还是选择了离婚，不给我一丝体面，哪怕我是他青梅竹马的妹妹，是他发誓永远会保护的人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所有人都骂我是小三，趁孙嘉文出国逼婚何金。我结婚的那一天，孙嘉文的闺蜜陈烨跑到婚礼上泼了我一身油漆。何金帮我挡的时候，陈烨扔出一条编绳手链。何金，嘉文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为你做饭，为你洗衣服，为你编手链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。他一出国你就跟这个贱人结婚，你不是说好要等他的吗？何金一身西装静静立着，可我看到他捡起手链的长指在颤抖。林雨，嘉文待你不薄，送你衣服首饰，带你进高档餐厅，给你爸妈安排工作，你这样挖墙脚，上赶着当小三好意思吗？陈烨开始一件件数着这4年来孙嘉文送过我的口红、香水跟衣服，然后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我被打得发懵，没站稳，下意识想拉何金的胳膊，可他不动声色地抽出手，婚纱被油漆染红。我跌坐在地上，听着周围人议论，原来是小三上位啊！看着文文静静的，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他家里穷，大学4年都是孙小姐照顾他，怕是拿东西拿惯了，现在又去勾搭上了人家男朋友。我就说林雨人品有问题吧。何金跟孙嘉文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总是跟在人家俩身边蹭吃蹭喝，我好几次看见林雨单独找何金呢，只怕那时候就在挖墙脚了。我好像听人说林雨是何金的一起长大的妹妹啊，是不是里面有隐情啊？什么隐情？插足别人感情就是不对。妹妹表就是这么来的。司仪询问何金婚礼要不要继续，何金看着手链沉默很久，然后将手链捏回手心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。大堂里顿时只有我跟婆婆周娟。周娟将我拉起来，狠狠骂了几句陈烨，然后将话头转向孙嘉文，要走就走远，3天2头整出点幺蛾子，还真当自己是公主了。我知道周娟一直不喜欢孙嘉文，哪怕孙嘉文再怎样讨好她，她都对孙嘉文没有好脸色。也正是这份讨厌，周娟选择让我做她儿媳妇。在我知道这件事情时，我是开心的，因为我喜欢了何金很多年。可那件事上，我想我应该是做错了。我家跟何家曾经是邻居，后来何父生意做大了，他们家便搬进了别墅。搬进别墅后，周娟一直约我妈去家里做客，我妈不好意思去，可周娟生气地捶了捶我妈的背：生分什么？小雨是我何家预定的儿媳妇，咱们早晚是亲家，都是一家人。那时候我跟何金在书房里写作业，听到周娟的话，我烧红了脸颊。何金笑着抬手揉了揉我的头，小羽毛又害羞了。我捂着脸扭过头去，却被何金一个响指敲在额头上。躲什么躲？作业写完了吗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，我都跟在何金身后。他比我大1岁，总是让我喊他哥哥。学校里我叫不出口，他却跑到我班级里喊我小羽毛妹妹。老师将他赶出教室。下一次他还来，女同学说他好帅，问他是不是喜欢我。那时候我初中，不知道喜欢是什么，矢口否认。然后女同学让我帮忙给何金送情书，起初的情书都被何金扔进了垃圾桶。有一次我生日的时候，例行冠士班将情书给何金，
何金却冷笑一声，让我帮他念。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。何金捏了捏我的脸，让你帮忙你就帮忙，让你念你就念，你怎么这么听别人话？我揉着脸瞪他一眼，他乐呵呵的塞给我一个棒棒糖。小羽毛，以后谁再让你干这种事，你不要浪费自己时间，让他们自己找我，他们找你，你会同意吗？听到我这么问，何金笑得高深。你猜？因为何金跟我打哑谜，所以当我高中收到情书的时候，我去找到何金，让他猜猜我会怎么做。他本来在投篮，闻言一把扛起我，将我倒挂着，冷笑道：林雨，你要是敢答应，我把你当篮球扔进篮筐里，本是开玩笑。他这么说吓了我一跳，听到我在哭，他赶忙将我放下来，蹲到我面前，捧着我的脸，连着道歉好几句后，突然认真道：林雨，我不会跟别人谈恋爱，你也不要跟别人在一起，大学毕业后我们就结婚。本来隐晦的感情在这一刻无限放大，几乎破土而出。小雨，你跟阿金一起长大，他的性子你知道，只要你怀上孩子，他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在孙嘉文回国消息传过来时，周娟立刻带我去周边村镇上找神医。神医是个中年女人，她给我开完药后说：你身体康健，怀孕不是问题。可她跟我儿子结婚1年了，肚子没有一点动静。神医仿佛见惯了这样的事，笑着看我：小姑娘，这种事情上要学会主动。回去的路上，周娟严肃看我：小雨，你跟我老实说，这1年来你有没有跟阿金同房？见我低头不说话，周娟叹了一口气：总归你们是有情分在的，你主动点，阿金不会跟你生气的。不是没有主动过。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忍住想哭的冲动。3月份何金生日的时候，周娟将他叫回了家。那天晚上，我换上了小制服，喷上香水，在房间等他。他看见我时微微愣住，我小心翼翼地上前攀住他。想起网上学的东西，我红着脸说不出口。阿金哥哥，我喊着上大学之前对他的称呼，默默咬唇。林雨，他忽然叫我名字，我羞涩地抬起头，却只看见一双带着清朝的眼。你这样看起来很下贱，意有所指。原来他真的很厌恶我。去年周娟生日的时候，叫了我去家里吃饭。那天我留在了何家。第2天，何金醒来，看到我睡在他旁边时，面冷如冰，质问我为什么在他床上。还不等我回答，他便大步离去，仿佛我是苍蝇。想起来了吗？何金嘲讽一笑：林雨，这就是你比不上嘉文的地方。他尊重自己，也尊重我。他一把推开我，想走，但又怕周娟发火，于是躺在了沙发上。我心脏宛如被针扎，愣愣站了很久，捂住嘴很久才堵住即将蔓延出来的哭声。那次以后，何金再也没有回过家。我生日的时候，周娟催他回来，他说他在外地出差，寄回来了一瓶香水。周娟说她心里有我的，只是不会表达。我看着那瓶香水，苦笑出了声。这是孙嘉文最喜欢的香水。高考时，我考到了何金所在的大学，我满心欢喜地去见何金，可他却拉着另一个女生的手，说她以后是我嫂子。那是我第1次见孙嘉文，她一身红色吊带裙，娇艳如火。听到何金介绍我，她笑着挽起我的胳膊。一直听阿金说她有个乖巧的妹妹，今日总算是见到了。果然如阿金说的一样可爱，就是穿得太素了。阿金，不是我说你，长宁市这么热，你怎么不早点跟妹妹说，让她涂防晒？你看都晒成什么样了？孙嘉文指着我的胳膊跟脖子责备何金。还有啊，妹妹，天气热，要经常洗澡，
孙嘉文捂了捂鼻子，然后拿出包中的香水喷在我身上。妹妹啊，女孩子要香香的。我有几分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因为暑假打工赚生活费，我晒成了个黑炭。为了省钱，我坐了2天2夜的绿皮火车，人挤人，很热，脸上还是下车前涂了妈妈的粉底，脖跟胳膊忘涂了。孙嘉文带我去买衣服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看向何金，何金被孙嘉文挽在右手边。见我看他，他笑了笑，听嘉文的话吧，他想当嫂子想了1年了，再不让他如愿，他能把房子给拆了。听着那宠溺的语气，我忍住鼻尖酸意。明明高3的时候，他跟我说在大学等我成为他的小女朋友，为什么在我放弃了首都的大学来到他身边时，他却忘了他的承诺？孙嘉文给我挑了好几件裙子，雪白长裙，很漂亮，可我脸上的粉底被汗水冲得斑驳，一条黑一条白。站在镜子前，我像个偷了公主裙的丑小鸭。见我许久不出来，孙嘉文进来找我，看到我他憋了很久，然后拉着我走出去，哈哈大笑，摇着何金的手臂：“阿金，你快看，像不像我家的小丹？真的好好笑。”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羞红了脸。何金沉默着看了我许久，然后说：“这衣服不适合我，让我去换回来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孙嘉文口中的小丹是他养的斑点狗。周娟打给何金的电话，何金一个都没有接。桌子上的菜热了又热，周娟气得砸了手机：“妈，别生气了，今天生日，要开开心心的。”周娟为了让我怀孕做了很多准备，特意用自己的生日来做引，可她没想到何金竟然直接玩消失。走，小雨，跟妈去找他。我想起何金那双嘲讽的眼睛，下意识摇头。周娟恨铁不成钢地拉起我：“小雨，何金是你老公，你要看着他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吗？”我被周娟带去了会所，会所中很多人，中心坐着何金以及艳光逼人的孙嘉文。有人打趣：“久别重逢，亲一个啊！”“对啊，何金，你不会怂了吧？”陈烨阴阳怪气道：“人家是有妇之夫，一个恬不知耻的小三罢了，没有爱算什么夫妻？何金，你可得说点好听的给嘉文，不然嘉文可不会原谅你。”何金靠着沙发，神情有些疲倦：“嘉文，我被林雨算计了，不然我不会跟他结婚的。”听到算计，所有人哄笑一团，骂我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周娟一脚踢开门，所有人愣在原地。何金猛地站起身来：“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妈的生日都能忘了，你可真是个大忙人。”何金被叫回家的时候，孙嘉文看了我许久，然后露出一抹笑：“小雨，改天一起吃顿饭吧。”在所有人戏谑的目光中，我近乎落荒而逃。吃完饭后，周娟在房里燃了一炷香，然后将我们锁在里面。何金坐在椅子上，双手交叠，垂着眼不言不语。我坐在床边，低着头盯着地毯上的图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何金蟹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我也有几分口干，下意识地攥紧衣角。我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卫生间，我倒了一杯水递给他，他深看我一眼：“林雨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”我想起曾经那段岁月，红了眼眶。“阿金哥哥，你说过毕业后我们就结婚的。”他微微愣住，我抱住他，像溺水的人想要抱住浮木一样。他想要挣开我，我一边哭一边道：“你问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是你啊！说出承诺的人是你，违背承诺的也还是你。何金，你真的没有心吗？”他沉默着，我的指甲紧紧嵌进他的背。“我要的不多，阿金哥哥，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你胃不好，可你总是不忌口。你可以不喜欢我了，
可是我只想看你健康快乐，哪怕只是每天早上煮一碗粥，每年端午节时宿舍里的香囊，冬天的围巾，那些事情都是你做的。”何金忽然抬眼，直直看向我，眸中升起几道莫名的情愫。上大学时，我跟舍友一起买了电锅，每天早上我都会提前起来煮粥。因为何金胃不好，舍友家里卖中药，喜欢捯饬一些香囊。何金招蚊子，我特地跟舍友一起回了他的老家选中药，给何金做香囊。学校有一阵子流行织围巾，我学会后第一时间给何金织了围巾。我以为他知道是我做的，原来他以为那都是孙嘉文做的。过了许久，他微叹一口气：“你不必这样。”得知何金是公司新来的总裁时，我请了病假，在公园坐了一天。第二天在茶水间听到同事议论：“新来的何总好帅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？”别想了，我交材料的时候看到他桌上有一个相框，大美女哎，坐在工位上，我有几分心不在焉。第三次路过何金办公室时，我看清了那张照片，孙嘉文，而他也恰好抬头。有5秒的沉默，他道：“有什么事？进来说吧。”他察觉到我的目光，随手将照片扣下去，无比平静道：“你昨天请假了，身体不适。”我摇摇头，我们都沉默下来。出去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何总，照顾好自己。”这一句话被长舌的同事听去。第二天，谣言满天飞，说我明知何金有女朋友还往上凑。也许是谣言影响了他工作，在一群人聚集在茶水间聊天的时候，何金回了一句话：“我跟他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”至于是哪种关系，足够大家猜测了。大家更倾向于认为是我单方面骚扰何金。谈合作时，组长挑了几个人跟何金一起去，其中有我。在何金被灌酒时，我下意识帮他挡，刚捏到杯子，一只温热的手搭上我的手腕。林雨，坐回去。组员神色各异，合作方老总笑眯眯道：“何总真会怜香惜玉啊。”然后合作方带来的美女灌何金的酒更多了。酒席结束，我扶着何金回房间，他醉醺醺地躺在床上，面容出奇的柔和。我想起17岁时，何金毕业聚餐那天，他喝了很多酒，整个人路都走不稳。有喜欢的女生跟他表白，他当着那女生的面打电话给我：“小羽毛，我想你了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”得到我肯定答复后，何金声音添上了几分嚣张，大声道：“听到了没？我女朋友马上就来了。”我去的时候，他傻呵呵地笑着。我扶着他走出饭店，他个子大，喝醉酒更沉了，整个人靠在我肩膀上。在我说沉死了的时候，他忽然紧张地侧移，一个趔趄要摔在花坛里。我连忙拉他，却被他揽住腰，侧扣在路灯上，那双眼如星星一般亮。“小羽毛，你要快点长大。”小羽毛，我感觉我快要等不及了。想起往事，在何金吻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推开他。半夜我从何金房间出去的时候，遇到了同事。同事上下看了看我，笑得暧昧：“林雨啊，平时不显山露水，一搞就搞一个大的啊。”第二天在电梯上遇到何金，我全程低着头看手机。出去的时候，何金忽然叫住我：“林雨。”我回过头去，他欲言又止，然后电梯合上了。第二天晚上，组长特意将我安排在了何金身边。合作方给我灌酒的时候，何金站起来，将他的杯子倒满，这样才能尽兴。看着他喝下一杯又一杯的酒，我拉了拉他的衣袖，他对我安抚一笑。晚上，跟我同屋的同事挤了挤眼睛：“小林今晚上不回来了吧？”他们都一副我懂的表情。
我有些无奈，准备扶着何金进电梯，可孙嘉文的到来打得我猝不及防。他一身高定长裙，踩着恨天高，推开我，将何金拉到肩上。小雨，你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阿金。同事们看着相框里的女生来到现实里，顿时看起了好戏。那天晚上看见我从何金房间出来的同事有几分鄙夷地看向我。小林啊，勇敢为自己争取机会没有错，可是破坏人家关系就不对了。组长也严肃起来。小林啊，我看你平常挺踏实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想着走捷径？年轻女孩要自爱，不要为了钱跟权出卖自己。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我攥紧了拳头。我跟何金是合法夫妻，进过民政局的。我跟我老公过夫妻生活有问题吗？在场之人愣住，顿时鸦雀无声。孙嘉文面色惨白，身形摇摇欲坠。本来醉醺醺的何金忽然看过来，眼神又冷又寒，声音也是没有温度。林雨，若是你没有在那一夜算计我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何金跟着孙嘉文走了后，同事们鄙夷地看着我。我忍住眼泪走出酒店。漆黑的夜里，月亮也暗淡了几分。走到街上，眼泪如泄洪般涌出来。几名酒鬼从烧烤摊子走过来，被他们逼到墙角的时候，我给何金打电话：阿金哥哥，有坏人，您能不能来救救我？那头听完这句后，只说了4个字：不要闹了。挂断电话的前几秒，我听到孙嘉文的声音：小雨啊，阿金喝醉了头痛，你先不打扰他了好不好？醉汉们开始动手。我想起高2的夏天，学校换了新的校服，衬衫跟小短裙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被隔壁学校的小混混围住，他们朝我吹口哨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一边给何金打电话，一边拼命地往前跑，可力量的差距还是让他们薅住了我的头发，将我拉进小巷。在我绝望的时候，何金像天神降临，路上好像摔了一跤，他的膝盖划出一条大口子，向外渗血，额头上也都是细汗，碎发粘在上面。他将他们赶走后，疾步跑过来，扣住我肩膀，上下打量我。在确定我没事后，他抬手想捏我的脸，可手上的血跟泥让他缩回了手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扑进他怀里。我问他：阿金哥哥，你会永远保护我的吗？他无比郑重地看着我，长眼中如融进了一池遗留在初春的冬水。小羽毛，你是我永远都要守护的人。被烧烤摊老板及时赶过来救了后，我对着老板道谢。老板帮我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东西，将一张合照递给我。小姑娘，这是你老公吧？这么晚了不陪在你身边，真是太不称职了。我将那张红底合照捏在手心，捏得手心发痛。早上，何金被周娟叫回来后，在我床边站了很久。看到我醒来，他上前一步，嘴唇翕动，许久后才说：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啊？我的声音很轻，心中也空落落的。你说过毕业后就结婚，这一条你食言了。婚礼上离我而去，在同学以及同事面前撕掉我的体面，这些你都做了，那个有关保护的承诺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何金眼圈忽然有几分泛红，沉默着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拆开药片放在纸上后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。期间他的手机响了好几次，都被他摁掉。然后孙嘉文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，他在我身边。我说这句话后，何金猛地抬起头，孙嘉文的声音依旧平静：麻烦小雨将电话给阿金一下。我压下心头痛楚，装作平静地将手机给何金。何金看我许久，接过电话，然后将通话中断。我愣愣地看向他，
他将手机还给我，像是深思熟虑过。我妈说的对，既然跟你结婚了，就要对你负责。我跟他的事情不能牵连到你，不能牵连到我。我在心中冷笑。孙嘉文1年前出国时，跟何金发生过激烈的争吵。孙嘉文要去进修，何金要接管家里公司。孙嘉文说：“何金，你这次不跟我一起走，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可能在一起了。”何金知道孙嘉文的意思，却回道：“我会等你回来。”孙嘉文是名副其实的大小姐，而何家不过是才崛起10几年的小商人。在何金因为门第而终日苦闷时，周娟以过生日为借口，将我送进了何金房间。这次何金拒接孙嘉文电话，二人之间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。周娟趁何金出去买菜的时候对我说：“小雨，这次是个好机会，你一定得抓住了。”我一边切着水果，一边问周娟：“妈，阿金哥哥想将公司上市，孙小姐或许对他有很大助力，您为何要选择我？”话没问出来，周娟却是冷嗤道：“就凭她也配做我儿媳妇？”我心中诧异，周娟明明只见过一次孙嘉文，为何对孙嘉文有那么大的敌意？阿姨被周娟放回家去。何金买回来菜后，我去厨房做饭，才洗了生菜跟西红柿。何金推门进来，我等着他说出让我放过他跟孙嘉文的话，没想到他去淘了米，然后蒸上米饭。见我愣在原地，他问我中午要做哪几道肉。我用淘米水洗肉，我连忙报了几个菜名。他洗完肉突然说：“我们之间已经解不开了，我会努力去做一个好丈夫。”我呆呆看着窗外的花园，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句话，如今听来好像也没有那么让我动容。我做菜，他打下手，何金、盐，没人回应。我转头发现他有几分失神地看着我，见我看他，赶忙拿起盐盒递过来。这2个月，何金每天都回家，我的工作已经辞了。这件事是周娟提起的，她说我们家不需要我拼死累活去工作。何金下意识地看向我，我笑得勉强，反正也是被人喊打喊骂，辞职了也好，很平常的一句话。何金却抿紧了唇角，捏了我手很久，声音有些落寞：“对不起，不要再讲对不起了。”我说：“何金，对不起，你讲的太多了。”何金还想说些什么，我喉咙忽然冒出酸水，反胃想吐，却又吐不出来。周娟两眼放光：“小雨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等到检查的结果出来，我有几分恍惚。何金愣了片刻，露出笑意，柔和的目光落在我肚子上。“下周1产检，我陪你去。”何金一手将我圈在怀里，另一只手递过来一个剥皮的葡萄。我没吃他递过来的葡萄。何金看我许久：“小雨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是吗？”我没有讲话。他跟孙嘉文的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头。这些天在周娟面前，我们扮演着恩爱夫妻。周娟出门后，我本能地远离她，可她好像入戏太深。何金有几分受伤地闭上眼。出门之前说周1早上来接我，周末孙嘉文忽然约我，我直接拒绝，可他却将一张照片发过来。照片里2鬓斑白的女人躺在病床上，插着氧气机。我咬牙：“孙嘉文，不要伤害我妈，那你过来，咱们见一面。”他声音永远平静，就像他时刻优雅一样。明明是命令的口吻，却好像本该如此一样。上大学时，他送我化妆品、衣服跟香水，大家都说我是积累了多少福报才交上孙嘉文这样的好朋友。我知道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的道理，可当我拒绝的时候，孙嘉文就会抱着何金的胳膊：“阿金，
你看妹妹又跟我见面了。作为我孙嘉文的妹妹，吃穿住行都要是最好的，不然走出去还以为是我亏待人呢。何金无奈地刮刮孙嘉文的鼻子，然后对我道：“小雨，嘉文也是好意，不要辜负他。然起初是奢侈品，后来是我爸妈的工作，他似乎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。可是衣服能穿就好，我妈妈本来的工作也能养活自己，哪里需要这恩情呢？”第二天，何金按时来接我去医院，他无比自然地牵着我的手上车，然后下车。从前我混账，但以后答应你的事我都会做到。我心头有几分热意，轻声应：“好。”陈烨跑到我们面前时，距离我进去还有10个号。何金，嘉文失踪了，你知不知道他在哪？何金双拳紧握，我按住他的手。有孙家人，有警官。何金，别走。他沉默许久，从我掌下抽出手，抱歉，等我，我会赶回来的。何金再一次食言了。我等到嚎叫完了，他都没有来。陈烨冷笑：“林雨，偷来的东西是不长久的。”我看着他：“陈烨，你最好的朋友失踪了，你好像并不着急。”他避开我的眼睛，冷哼一声：“林雨，你妈在病床上躺着，你还跟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在一起，为她生孩子，你真是好孝顺啊！”母亲躺在血泊里的画面闪现在我眼前，我全身发冷。大3夏天，孙嘉文要去野营，我本不想去。何金对我笑着打趣：“怎么，小雨长大了，不想跟哥哥嫂嫂在一起了？”去了山里后，下了大雨，河水暴涨，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何金带着孙嘉文出去了。离开前，何金说他会回来接我，可我从白天等到黑夜，他都没有来。我妈妈为了找我遭遇了车祸，大雨天，司机肇事逃逸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全身是血，躺在地上。这几年一直昏迷不醒，强烈的情绪波动。我的小腹忽然钝痛，医生说胎相不稳。我想起病床上的妈妈，年少遇到的那个人。我说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周娟及时赶到医院，她紧紧按住我的肩膀，眸中迸发出坚定的光。小雨，这个孩子不能打，只要有这个孩子在，他跟那个女人永远不能在一起。可是我好难受，妈妈。周娟眼里有泪花闪烁，她抱了抱我，孩子，为了未来，忍一忍，只要有孩子在，阿金就不会走。可是周娟想错了，她正值有责任心的儿子想要放弃婚姻。何金怒气冲冲来到我面前时，我正喝着清苦的中药，他一把打翻药碗。林雨，我没想到你心思如此歹毒。我抬眼，他看着我红肿的眼睛，愣在原地。我努力扯出笑容，所以你相信是我找人绑架的孙嘉文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嘉文性子坦荡热情，他做不出陷害别人的事情。我抬手掩面，努力不让泪水落下来。所以与你一起长大的我，便是能干出坏事的人了。他声音怆然，仿佛珍宝被贼人打碎了一样。他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笑了。我担心他会厌世，我要去陪他。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。所以你要陪多久啊？1天、1月，还是1年，或者一辈子？林雨，我们离婚吧。知道何金要离婚，周娟气得扔了所有的东西，可何金却是平静地捡起来。妈，我一直按着你的意愿做事，娶林雨，跟他生孩子。可这次我想做自己。周娟抓住我的手，将我拉到何金面前。这是与你一起长大的妹妹，是你的妻子，是你孩子的母亲。何金，你跟我说你想做自己。何金神情复杂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周娟握紧我的手，对何金厉声道：“离婚，我不同意，我只认小雨一个儿媳。”
何金忽然平静道：“林雨，那件事本来够你进去的，可嘉文说你还年轻，我也一直记得我们的情分，所以林雨适可而止。”我的心像是被切成了一片一片，但又好像感觉不到痛了。我沉默着，周娟却指着何金骂：“你个被屎糊了眼的蠢货！孙嘉文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孙嘉文如果说是我要害他，你是不是也要把我给送进去？”何金愣在原地，飞快转头看我。我笑了笑：“婚，我同意离；绑架的事，我也敢见警官。”签离婚协议书的前一天，我去了一趟医院。周娟握着我的手，我想起飞蛾扑火的曾经，摇了摇头。本就不被期待，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当何金知道这件事后，他捏着笔很久落不下手。我不耐烦地催他，他定定看我许久，眼里闪过几抹悲色，然后利落签上名字。离婚后，我也搬出了何家。母亲住院需要钱，当年答应周娟跟何金结婚，在周娟生日那天与何金发生关系后，周娟给我一大笔钱。虽说是为了钱跟何金结婚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我是真的爱他，哪怕他违背承诺，哪怕他一再伤害我，哪怕他爱的不是我。可是现在，我发现变心的人是永远都不会回头的。报志愿时，为了追随何金，我放弃了我最喜欢的计算机专业。从初中开始，我便喜欢编程，每天坚持写代码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参加设计大赛就获过奖，组委会的老师也说我很有天分。可是上大学后，我读了4年金融专业，现在我要重新选择我喜欢的事情。当我再次出现在何金面前时，是以开发者以及股东的身份。当何金看到我时，他愣在原地。我不相信他没有提前做过背景调查。与何金的合作没有进行下去，并非因为私人恩怨。离开时，他拦住我，没有问为什么拒绝他们，只是说周娟想要见我，约我周末一起回去吃饭。那天我没有去，何金打电话给我：“你还在怨我吗？”何金，是你说的，要我尊重自己，也尊重你。他沉默着，片刻后说：“你果然在怨我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好怨的？”何金，若是你只合作，合同签不成，是因为你们给出的报价太低了。小雨，你没有必要将自己逼上这样一条路。现在计算机行业已经饱和，前端已经在裁员了，你本就是半路出家，走这样一条路会很累。何金，我打断他：“不用你来替我分析，我会自己选择。如果说报考大学的那个选择是为你，那么这次我为自己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曾被誉为少年天才。”他忽然沉默下来。我想他应该也是想起了那个学习规划软件。他高3时，我为他做了一个规划学习的软件，虽然页面简陋，可我为此熬了1个月的夜，熬到呕吐，头重脚轻。小羽毛，我后悔了。在何金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平静地挂断电话。自那天后，何金频繁地给我打电话，可当我接起后，他又一言不发。于是我将他拉黑了。他经常出现在我工作室周围，见我下楼，他笑，刚好路过，想讨杯水喝。在我无视他很多次后，他一脸落寞地看我：“小羽毛，你真的不一样了，这个称呼你不配叫。”何金，那个会叫我小羽毛的人已经死了。何金呆站着，想扬起嘴角又落下来，看起来像个虚假的人偶。孙嘉文再次约我见面时，我正在电脑前改错，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。可他道：“林雨，你以为你能赢吗？从大学第1面你就输了，哪怕你现在想要再次吸引阿金的目光，也注定会失败。青梅竹马，呵呵，我以为有多坚不可摧，
不过是我追他几个月，问他几次，他就投降了。男人啊，永远不会喜欢乖乖女的。上学时他喜欢你，不过是因为没有体会过真正的男女之爱罢了。林雨，我最懂他，你赢不了的。我不想跟孙嘉文做无谓的争辩，他却不依不饶。林雨，从见你第一面时，我就在羞辱你，你真能忍啊，忍这么多年。我静静问，既然你这样看不上我，那又为什么要打电话来羞辱我呢？他半天不说话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年底，我准备去医院接回妈妈时，何金打电话来说周娟住院了。周娟是被人推下楼的，凶手是孙嘉文。我有几分意外，没想过他们之间的矛盾竟然这么深。看着昏迷不醒的周娟，何金忽然道：“其实是妈妈自己掉下去的。”见我疑惑，何金说：“我看了监控，孙嘉文跟我妈起了争执，下意识伸出手，还没碰到我妈，我妈身子一偏掉下去了。那你为什么要起诉孙嘉文？”何金忽然嗤笑一声：“我妈用自己的生命来算计孙嘉文，我要是再想着孙嘉文就不懂事了。我一直知道周娟讨厌孙嘉文，可是用生命来断掉孙嘉文与何金未来的代价太大。我不相信仅仅只是婆媳之间的敌意。”周娟住院后，何金仿佛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，直到那起离奇的车祸案登上新闻，孙氏集团大小姐与何家掌权人携手同游，不幸坠崖而亡。车厢里发现2封遗书，可孙氏集团大小姐明明已经拿到了知名高校的博士录取通知书，并于离世前1天举办了庆祝晚宴，而何家的公司也上市在即。何金死后，周娟醒了，她在葬礼上大骂孙嘉文跟孙夫人一样是恬不知耻的小三。何金的父亲在何金大学毕业那1年离世，因此避开了葬礼上的这些事。孙嘉文的妈妈当过何金父亲的小三，后来跟了孙嘉文的父亲。因为孙嘉文母亲曾经的经历，孙嘉文被孙父怀疑身份，从小到大被冷落。知道真相的孙嘉文想要报复何家，因此找上了何金，而何金也确实禁不住诱惑，抛妻弃子。孙嘉文有没有陷入这场自己编织的情爱陷阱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玩弄感情的人必将没有好下场。开年后，我带着妈妈离开了这座城市。离开前，周娟来挽留我们。我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心情复杂。她或许曾经是真心待我，可当昔日情敌之女出现在她儿子身边后，她乱了阵脚，想尽办法驱赶情敌之女，变得锋利而自私。而我为了钱入局，又能怪得了谁呢？不过无妨，谁年轻时没有错过呢？错过后痛定思痛，及时醒悟，那才是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